琪吃饺子的奢华方式，连鲁豫都惊得目瞪口呆，这才明白什么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饺子太少了。鲁豫还不知道啊，这是赌王一家为了饺子的口感，专门一个个端上桌的，佣人会算好时间，一个个单独煮好，保证你每一口都是刚出锅的热乎劲儿。蘸料更绝，顶级鱼子酱配温泉蛋，旁边还醒着不知多少钱一瓶的红酒。看到这儿，我只想说，姐，您这凡尔赛文学至少是大气层级别的，但你以为这就是赌王家族奢华的天花板了？太天真了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。四太吃个饺子都精致成这样，赌王何鸿燊本人的排场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老人家生前最爱吃鲍鱼，但不是菜市场里的那种，而是被称为鲍中之王的日本网鲍。这玩意儿啊，从捞上来到端上桌，工序上百道，光泡发就得好几天。据说这么一道菜成本就高达50万港币，一套房子的首付就这么被赌王轻松陷进肚子里。更奢华的是，赌王年纪大了，牙口不好，所以他吃鲍鱼只吃最嫩滑的那一圈溏心裙边，剩下的几十万啊扔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扔了。除了鲍鱼，吃鱼也得有排场。小儿子侯友军就自曝过，从小吃鱼都有专属佣人在旁边挑刺儿，只要吃到一根，整条鱼立马撤走，连吃葡萄都得佣人提前把籽儿挑干净，理由少爷不喜欢籽儿的口感。旁边的王彦霖听完啊，直接吐槽：“你吐出来不就行了？看看这哪里是吃饭啊，这简直是在进行某种人类退化行为艺术。”当然，跟赌王后来那堪称用钱续命的操作比起来，吃喝都算小钱儿。2009年，88岁的赌王意外摔倒，中到头部，一度病危。为了冲洗续命，何家直接在赌王最爱的浅水湾1号大宅里建了一家小型的私人专属医院，光加护病房设备就过亿，同时请了8位全球顶级的医学专家组成御医团队，每人只负责赌王的一个器官，心脏的、大脑的、肝的、肾的，分工明确，比修航母还精细。最烧钱的是那个补脑针，据说啊能促进脑细胞再生，一针86万港币，每天打。赌王这一打就是11年，光这项花费就超过15亿港币，直到他98岁去世才停。15亿买11年命，这破天的富贵，咱们凡人是真的想象不到。不过对于家里赌场跟印钞机似的何家来说啊，可能也就只是洒洒水啦，钱能续命，但续不了太平。就在赌王躺在病床上，靠天价药物维持生命的同时，他那4房太太、17个子女，早就为了那高达5000亿港币的家产磨刀霍霍，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、惊心动魄的权力游戏。导火索啊，就是2009年赌王的那次摔倒，直接摔碎了何家维持了几十年的权力平衡。第一回合，四太梁安琪抢占先机，赌王摔倒后啊，主要由四太负责照料。那段时间，港媒关于四太悉心照料的新闻满天飞，明眼人都懂这是在为争产布局，抢占道德高地。果然1年后啊，赌王宣布将奥博约7%的股权赠与四太，让他瞬间成为了第2大个人股东。四方以为胜券在握，准备开香槟庆祝，No， 剧情马上反转。第2回合，2房3房联手反击。仅1个月后啊，赌王又宣布将信德集团大量股份转给3房5子女，同时将奥博另外一部分股权转给三太陈婉珍。2房3房势力大增，足以抗衡4房。你以为赌王在玩平衡术？更刺激的呀还在后头。第3回合，2房釜底抽薪，与赌王的世纪控诉。年底，赌王名下持有奥博核心股权31.6%的公司突然股权重组，赌王股份啊几乎被清零，绝大部分转到了2房和三太名下。这一招够狠，直接把赌王架空了。就在大家以为大局已定，2房3房联手 KO 4房时，最抓马的一幕来了。赌王亲自委托律师，把亲女儿何超琼、何超凤告上了法庭，还在电视上颤颤巍巍的念声明，控诉自己被胁迫签字。他们就像抢劫一样，这场豪门告亲女的大戏直接引爆全港。第4回合，四太中心护主与最终的妥协。之前吃了大亏的四太梁安琪立刻吸睛附体，挺身而出战赌王，对着媒体喊话：“我相信赌王是被迫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赌王为重。”这波操作简直是宫斗剧里表忠心的范本。最终啊，这场闹剧还是以和解收场，赌王撤诉，各方重签协议。虽然具体内容保密，但从后来2房长女何超琼接掌信德和美高梅，次女何超凤接掌奥博核心，四太梁安琪仍在奥博董事会手握重权来看，这更像是一场没有绝对赢家的权力妥协。回顾这场争产风暴啊，除了钱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顶级豪门背后那令人窒息的亲情淡漠。为了钱，子女可以抢劫父亲，父亲可以将亲女儿告上法庭。长女何超英曾是父亲最宠爱的掌上明珠，却因忤逆商业联姻安排被彻底边缘化，最终精神失常，孤独终老。连他的葬礼，赌王都以白发人不吉利为由拒绝出席，凉薄至此。2房长女何超琼被誉为赌后，是父亲最得意的接班人，但她也曾为了家族利益被迫放弃挚爱陈百强，嫁给了不爱的许晋亨。最终虽赢得了商业帝国，却赔上了一生的幸福。
小儿子何猷君顶着学霸光环，但在那个大家族里，依旧要靠5点起床假装偶遇父亲这种心机，才能换来一点可怜的父爱。生在豪门或许意味着拥有了普通人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财富，但它可能也意味着你将永远失去那些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温暖。所以呀，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四太梁安琪家那顿用鱼子酱蘸着吃的饺子真的好吃吗？或许对于早已习惯这一切的他们而言，那真的只是家常便饭。但对于屏幕前的我们而言，这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财富那最冰冷也最残酷的一面。它或许能买来世界上最昂贵的食材，却永远买不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那份最简单也最难得的人间烟火气。